人仅仅只是瞟了一眼，便发现案发现场的异常。只见他先是脱下衣服，随后立马整理好床上的被子，紧接着掏出一块白布铺在上面，最后让法医秦明躺在床上，并且示意死者最后的被害姿势。虽说秦明也是十分的懵逼，但是他还是如实照做。显然死者是在床上遇害，而当铁锤砸向受害者的头部时，那么血液将会喷溅在床板上以及旁边枕头的周围。这儿，枕头右边，这儿，包括这儿都是血液本来应该喷溅的地方。甚至血点喷溅的最远处于台灯上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些都是正常的血液喷溅分布情况。可是就在实习法医陈诗雨抽掉白布后，那么右边又怎么可能如此干净？那原本这边的血液去哪儿了？就在此时，刑警队长林涛突然茅塞顿开，只见他先是立马将白布铺上，紧接着故意躺在床上的右侧，随后让秦明躺于左侧。虽说秦明十分的不愿意，但是无奈还是照样躺了上去。根据林涛的推断，案发当晚除了死者之外，明显不仅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而且两人都在床上熟睡，甚至一只手还紧紧搂住一人。不喜欢？是不喜欢。经过陈诗雨的案情重演，从死者头部创伤的部位来看，凶手在使用铁锤砸向受害者时，而原来应该喷溅在右侧的血液却被另外一个人挡住了，因此现场显然还有第三个人。而活宝三人组之所以复勘案发现场，源于一起凶残的别墅灭门案。凶手不仅使用铁锤残杀一家4口，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但是丈夫苗正恰巧整整加班1宿，因此才逃过了一劫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真正的凶手却令警方目瞪口呆。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时，结合死者的丈夫苗正有严重的胃病。虽说他声称由于打理公司精神压力大，所以并没有按时吃饭，因此才导致的胃溃疡。可是凶手为了确保死者的死亡，都对受害者实施了加固行为，而此种行为通常会用在认识的人身上。于是秦明立即来到案发现场的洗手间，只见他先是仔细观察水龙头，随后上前闻了闻，果不其然，一股刺鼻味瞬间上头。林涛立马拆下连接水龙头的下水管道，果然在里面发现部分的呕吐，那也就意味着极有可能是现场的第三个人留下。而通过对食物残渣的化验分析，终于令案件迎来重大的突破口，结果证实正是死者的丈夫苗正，并且还是饭后5小时，而受害者的死亡时间是饭后4小时，也就是说他案发当晚根本就在现场。可是苗正却声称在公司整整加班1宿，那也就意味着明显就是在撒谎。林涛断定苗正就是现场的第三人，而秦明却认为恐怕不止撒谎这么简单，于是他立马让陈诗雨去做苗正和儿子苗苗的亲子鉴定，果不其然证实两人压根不是亲子关系。另外，根据案发当晚的监控视频显示，死者的情人刘亚峰于晚上9点进门，而且摄像头清晰地拍到他的脸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刘亚峰凌晨2点出门时，监控却只拍到他的头顶。警方只是根据身形和帽子以及衣着，从而推断他就是刘亚峰，所以才导致了警方的误判。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苗正，于是林涛立即开上豪车前往逮捕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经过调查，苗正婚前只是死者的司机，可是自从娶了受害者后，虽然说秒升副总，但是个人账户的存款却少得可怜。从被害者的手机短信聊天记录，证实案发当晚死者与刘亚峰厮混。你老公出轨这么长时间，你难道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刚开始苗正还在嘴硬，就在林涛提及苗苗根本不是他的儿子，以及根据掌握的情况对他心理攻击，果然苗正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他不仅大骂两人都该死，而且深知老婆在外包养男人。虽说苗正也苦苦哀求过他，可是老婆根本不当回事，甚至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个吃软饭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年公司要不是有他早就垮了。直到当宝一样养了5年的苗苗，最终却发现根本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得知亲子鉴定的结果后，苗正如同晴天霹雳，彻底崩溃。于是越想越气的他便决定让对不起自己的人都不得好死。案发当晚，他假装在公司加班，凌晨却偷偷从后院回到家，望着躺在床上的两人，只见他先是换上刘亚峰的衣服和帽子，紧接着使用锤子锤死正在睡梦中的老婆，当然包括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刘亚峰，以及听到动静前来敲门的保姆和刚打算上楼查看的丈母娘。可就在他将刘亚峰的尸体装入行李箱时，殊不知儿子苗苗也早已不仅被巨大的声音惊醒，而且更是推开了房门。爸爸，却不想这孙子连疼爱了5年的儿子都不放过。听到这话的陈诗雨彻底暴走，径直闯进了审讯室。怎么忍心下得去手？所以我才给了他一下，好让他少点痛苦。他是我最失败的证据。这场泯灭人性的灭门惨案，最终以苗正伏法认罪而告终。这个恶魔必将接受法律的严惩和制裁。至此，别墅灭门案正式告破。可是法医秦明自带柯南体质，又遇上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